时隔3年，宝可梦新作朱紫终于来了。宝可梦到这一代已经是第9世代了。不知道小伙伴们玩过的第一款宝可梦是哪个版本呢？我最早玩宝可梦的时候，都还不叫精灵宝可梦，那时候我们都叫它神奇宝贝、口袋妖怪或者是宠物小精灵。后来任天堂为了能让不同语言的人一提到宝可梦都能联想到同一个游戏，最后官方译名定为音译。众所周知啊，任天堂在自家 IP 的新游戏发布时会推出同名限定主机，而且老任在限定主机的设计上真的是把玩家给拿捏住了。各种限定主机实在是太好看了，一看到新主机发售就忍不住剁手啊，不对，是给小伙伴们展示一下开箱。我都用上限定主机玩宝可梦了，战斗力不得直接翻倍？哎。这就是朱紫限定版的箱子啦。正面的封面上面呢印了朱紫的神兽，旁边还有几个小的这个御三家的图案。这是草系的星夜喵，这个喵喵真的超级可爱。这个趴着的这个呢是火系的呆火鳄，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个润水鸭，这也是一样啊。现在的这个限定版都是不带游戏的。索尼最大头贴。那我们进行一个箱的开哦，这里还有一只星夜喵哎，掰下来还有一个呆火鳄，细节。哦，这是这次的朱紫限定 Switch， 直接起飞。这次和朱紫的游戏名对应，分别用的是橘红色和一个紫色。正面看的话，就只有这一个柑橘学院和葡萄学院的一个校徽。哎，它背面很细节的是，它的图案是跟这个主机的图案是连在一起的，上面画了一些御三家的形象，还有一些道馆的徽章。其实我发现最近好像这种涂鸦的风格挺火的。再看一下这个底座，哇，它是亮面的。跟喷喷不一样，喷喷限定的话，它只是在那个 OLED 的版本的基础上，在这里多了一坨的墨迹。朱紫这一次的话，它这里是一个亮面的，而且它旁边还有一个好可爱的细节，这是一个精灵球。我是没有想到它会把这一个弧度利用起来，做了一个精灵球的设计啊。哦，现在好像全部变成这种编织绳了，挺好看的。它其实确实要加个白色才好看。如果加个别的颜色可能会太杂了。小伙伴们觉得这次的朱紫限定 Switch 怎么样呢？这次有没有诚意呢？现在任天堂的限定主机都是 OLED 版的，而且老任每次限定机的定价其实和 OLED 版的定价是一样的，加量不加价的属于是，只是刚发售的时候购买量大，会被一些商家加价售卖，过几个星期就会跌到正常的价格，只用差不多的价钱就能买到酷炫的限定主机，真的不是我忍不住剁手啊，实在是老任太卑鄙啦。这2天玩朱紫也是玩爽了，这代宝可梦增加了不少的新玩法。首先是把整个地图做成开放世界了，终于学会好好做地图了。之前间断的地图设计真的离谱，直接把道馆排成一条直线，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搁这搞那伟大航路呢。现在的道馆是分散在岛屿的各个地方的，你不仅可以自行选择探索区域，道馆的攻略顺序也不固定了。不过要注意的是，一周目道馆还是有固定等级的，虽然可以随便挑战道馆，但总得打得过，对吧？最大的好处还是刚开局，你手头没有对应属性的宝可梦去攻略道馆，就可以先放着，也不会影响你探索地图。这次体验最好的一点就是把宝可梦和开放世界真正的融合到一起了。你走在路边，可以见到小剑雀3、5成群的聚在一起。如果让星夜喵冲过去的话，它们会四散飞开。元魔镇里的居民在悠闲地喝着下午茶，花坛里还有2只彩粉蝶在飞舞。虽然彩粉蝶的翅膀动作只有几帧。路边的野生宝可梦也是呼呼的，但是看着这些宝可梦悠闲的生活在这片大地上，你真的会有一种来到宝可梦世界的感觉。在各个城市间旅行奔波，途中能见到各式各样的宝可梦，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而不是在你的必经之路上从草丛里面跳出一个宝可梦来要跟你战斗。地图大了，总得有一些交通工具吧？哎，开局直接送神兽，虽然不能直接用来打架，但是它可以变成摩托车，这也是朱紫2个版本最大的区别了。2个版本的神兽坐骑是不一样的，有谁能拒绝得了肚子上盘着2轮子，还用4条腿跑路的神兽呢？还有个很舒服的改动，现在走在路上也不会被 NPC 主动要求宝可梦对战了。这一座技能学习机改用素材合成了，素材可以通过与野生宝可梦战斗获得，而且为了避免战斗过于频繁，现在你可以直接指挥你的宝可梦攻击野生宝可梦，不用进入战的画面。我愿称之为9世代以来最大改动。相比之下，钛金化我反倒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是个极致滑换皮。也就前几次看电视还觉得挺酷的，再往后估计看变身动画都觉得麻烦。还好害怕一点。
哎，完了，物理师也过去了。好，再弄，再慢一点，可以继续再拆下来看一下，可以再检查一下。10分点1秒。宝可梦珠子一共有3条主线可以自由探索，除了玩家最熟悉的踢馆夺冠之路，还有以收集珍贵食材为目标的传说之路，挑战各地恶霸团伙的星辰之路。这些事件的完成顺序都可以由玩家自己来决定，而且这些主线也不只是单纯的剧情，完成任务之后还可以解锁一些特殊的奖励，比如说收集食材的传说之路，每一份秘传香料都有一个强大的堡主宝可梦看守着，击败堡主之后可以解锁坐骑的技能，可以获得攀岩、冲浪、滑翔等等技能，大幅度提升玩家探索世界的效率。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开放世界少不了高低差，但是你从高处落下来，手机会飞到你的头上，把你拎住，真的贼可爱。虽然我不是宝可梦的重度玩家，不会搭配技能，宠物也是条好看的脸，也从来没有研究过什么对战啊这些的，但我对宝可梦这个游戏是有一些特别的情怀的。宝可梦算是我最早接触的游戏之夜了。我现在还记得最早以前在 GBA 上玩蓝宝石，没有中文，啥都看不懂，就全靠画面来猜到底要干什么。就这样，我当时也能玩得津津有味。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一个游戏怎么可以这么好玩呀？我居然可以选择我的宠物和我一起去探险，让人无法拒绝。这里再偷偷的跟你们说一个小秘密，那时候我也没有怎么玩过别的游戏，再加上字也看不懂，就完全不知道这个游戏还可以存档。所以说我每次玩的时候都是从货车下车，从头来，是不是超级离谱？所以我玩宝可梦真的不在乎它的画面要有多出彩，看看风景，重温10几年前第一次玩上宝可梦的经验，找回对游戏那份最初的热情。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那我是Tilly，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